113年，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在南投。5月25号到28号，欢迎全国优秀选手一起来，乐在南投。欢迎各位观众朋友透过智林体育台以及Hop Sports YouTube 频道，还有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官方的 YouTube 频道呢，来欣赏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113年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的保龄球的项目。今天这项比赛呢是在台中市丰原区的双木保龄球馆来进行。我是余生礼，今天呢跟我们搭配呢一起来做这场比赛的这个讲评的工作呢是刘家恩老师。好，老师您好。大家好，我是赛评刘家恩。好，那在这一项的赛事呢，我们今天呢将从待会2点钟呢来开始为大家来进行这一项赛事的转播哦。那这一次呢，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呢是在南投县来进行哦。那这2年1次的这个赛事呢，今年总共有4300名的选手报名，然后来参加呢16项的比赛，将在17个场地。那今天这一项赛事呢，为什么是来到了台中市的丰原区来进行比赛？因为一般来说，这个身心障碍的保龄球的赛事呢，需要比较多的一些辅具啊，然后对于这个球馆来说呢，其实说实在，要能够符合这些比赛的一些相关的规定呢，都也相当的不容易。所以呢，很荣幸的我们这主办单位呢能够找到在台中市丰原区的双木保龄球馆呢来进行这一项的比赛哦。而我们今天要带来的比赛呢，待会我们会在今天球馆的33道跟34道呢会有第一项的赛事呢。是肢体障碍女子组个人赛的赛事哦，由台北市的李佳杰选手呢要来面对的是桃园市的刘桂香选手哦。我们刚刚一开始呢很快，因为我们就进入到了比赛哦，没有好好的介绍一下今天跟我一起搭配来做转播工作的刘家恩球评哦。那要不要先介绍一下你自己？好，大家好，我是今天负责担任赛评的刘家恩。对，那很荣幸可以来这边担任这个赛评。对，那也是我第一次来看这个全国身心障碍运动会。对，所以我也蛮开心可以看到许多选手可以一起在球道上奋斗。对。家恩，我们了解目前还在学校念书，没错，但是其实已经在保龄球的这个比赛当中啊，有一些不错的成绩。曾经在2022年的泰国公开赛一般组是拿下过冠军了。那目前自己在这个在所谓保龄球的这个项目的一个努力跟比赛方面，大概能够介绍一下这些过程吗？其实我一开始接触保龄球的时候，其实我也没想过我会到现在这个这个程度。这样成绩。对。那其实我不管在什么项目上，其实我上手都蛮快的。对，但保龄球算是一个很特别的运动。是。对，因为我其实2022出去比赛夺冠到我一开始练球，其实这段期间其实没有很长，大概只有1年多到2年而已。对，那。因为保龄球是一个很好的运动，那它可以提升你需要很高的专注度，然后你需要非常认真，然后你的每一球几乎都一模一样。那其实我蛮喜欢这个感觉的，因为你需要每一球都非常的专注，然后你要一直重复的做某一件事情。那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很无聊，但其实没有这么容易。对，要重复做到每一球，然后达到完美的境界，其实是非常非常难的。对的。不过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保龄球的比赛就跟一般选手在打的比赛稍有点不一样。其实内容规则是都一样，但是呢，因为他们选手呢这几位选手他们有不同的这个身心障碍的一个程度的状况所以他们在整个比赛过程当中，他们在
面对比赛的这个方式稍稍有点不一样。好，那我们现在在待会要进行，他们现在正在试打2位，在33道的是台北市的李佳杰选手，34道的是来自桃园市的刘桂香选手。那他们是在这一次的这个身心障碍的保龄球全国身心障碍运动会的保龄球的项目呢，他们是属于所谓的 TB8 等级的选手，也就是说他们是以轮椅来进行赛事的这个选手。对，没错。那但是轮椅进行赛事跟一般选手比较不太一样，是说他们就没有办法有助走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对，没错。他们缺乏的就是他们没有办法像一般的选手进行助走，然后给球一个更快的加速，所以他们需要把轮椅推到这个犯规线前面，然后固定好轮椅，然后在原地出手这样子。对，所以他们出手的不管是球威啊、转速、球速啊，也一定都相较比其他的选手来的稍微低一点。对，这2位选手，我们现在看到他们是在先进行一个试打的一个过程哦。那2位选手看起来他们球的轨迹好像稍微有点不太一样。对，稍微有点不太一样。34道的刘桂香选手打的是一般的直球，那这也是一开始最多人打的球路，因为你就是最简单，就是你完全就只需要把球往最中间的1号屏打就好。对。但我们可以看到左边这一道33道的李佳杰选手呢，他选择打的是曲球。那其实，在身心障碍的这个项目里面啊，其实曲球是比较多的。对，不像其实台湾的一般选手其实是飞碟球比较多，那身心障碍是曲球比较多。原因是因为身心障碍这个项目啊，其实是因为他们不能助走嘛。对，那其实飞碟球最怕的就是不能助走。它需要一些球速辅助的这速度。对。那因为他不能助走的关系，所以如果身心障碍的就是轮椅组的选手，他们打飞碟球的话，其实会非常不吃香。对，所以他们会选择用曲球，因为曲球呢，其实球的重量比较重，通常曲球的重量大概都在14到15磅之间。对，所以只要你能够达到比较完美的点，那其实全倒其实没有什么难度的。对。好，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次在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的这个保龄球的项目包括了有肢体障碍组肢体障碍的这个项目，然后有视觉障碍的项目那也依选手的这个障碍的程度，就是说他身体的这个状况的程度也分不同的等级。我们现在这一场比赛为大家介绍的是就是我刚刚前面讲到 TB8， 也就是说他们是轮椅组的选手。那同样的肢体障碍，另外还有 TB9 跟 TB10。那我们等一下下一场为大家转播的赛事 TB10 的比赛，他们是上肢障碍的选手。那这个上肢障碍选手，在待会我们可能也可以来看一下他们在进行比赛的这个方式，就又跟轮椅组的选手不太一样。他们可能有助走的这个动作，但是呢，可是他出手的这个一些部分也随着他肢体障碍的一个程度会有不太一样的地方。对，没错。然后另外还有 TB9 的这个选手呢，他们就是下肢障碍。那下肢障碍但是他不做轮椅的这个比赛，那所以那个整个比赛的这些方式都会稍稍的有点不太一样。对，没错。好，这次在保龄球的项目呢，那除了男子跟女子组的这个个人赛之外呢，那另外也还包括了有团体赛包括了有男女的这个双人赛，另外还有男女的3人赛，以及说最后一天呢是有男女的这个团体赛的这个比赛那我们今天呢今天在双木保龄球馆来进行的比赛呢，就是男女组的个人赛。那刚刚我们前面提到了，也包括了有肢体障碍组呢跟视觉障碍组，而且他们是分别是因为不同的障碍程度呢，不同的等级，所以会在不同的等于说不同等级障碍等级的选手呢，会在同一个项目的比赛。对，没错。好，这次呢在南投县所进行的113年度的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那这次的比赛呢，总共我们前面也提到了有16个项目在17个场地来进行的
比赛。而项目方面呢，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包括明天我们还会有田径的比赛，然后我们包括明天开始田径比赛，另外还有游泳的赛事游泳赛事是今天上午已经结束了，然后另外桌球、轮椅网球、健力、射击包括今天的保龄球，然后射箭、地板滚球、篮球特奥的羽球特奥的保龄球，特奥的保龄球又跟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个今天为大家转播的保龄球又不太一样的这个比赛的方式，另外还有特奥的轮鞋竞速、特奥篮球等等这些的总共有16个项目的比赛而这一次也是南投县第一次举办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的一个赛事。那今天在明天的下午4点半将在南投县的农工商会展中心广场呢要进行这次全障运的开幕式。整个比赛呢是从5月的25号要进行到28号。我们看到旁边就有视障选手在进行试打那视障选手他们戴的就是眼罩，然后呢他旁边看到有一个这个辅助的这个导盲杆，对，那个就是等于说让他因为看不见，所以他需要有一个相对应一个位置的一个空间感的一个部分。对，他需要这个辅具来帮助他知道球道的犯规线到哪里然后还有包含哪一个方向其实是球道的正中央。对，所以其实在 TPP 的组别里面，其实这个是对他们来讲是必要的。对，那其实 TPP 的这个组别呢是全部都需要戴眼罩，是，所以其实可能里面也会有一些TPP 2或3的选手，但是他可能选择打 TPP 1。就是他其实是看得见的，是对，但是他想要打这个组别的话，他其实就是必须戴着眼罩，所以其实就会最后变成就是所有选手都要戴着眼罩。对对对，所以你可以看到所有如果我们等一下有看到的话，所有我们这一场转播的 TPP 1的选手呢，全部都会戴上这个眼罩。对，好，我们待会儿第3场转播的赛事我们会有转播视觉障碍女子组的个人赛的一个比赛那待会的这个他们的成长这个障碍的等级应该是 TPP 3。那我们待会可以看一下，就是他们在面对比赛中的一个状况，因为 TPP 3他们的视觉障碍的程度是相对是比较低，就是他还是有一些视力是可以看得到的。对，没错。当然在视觉障碍的比赛呢，视觉障碍组的比赛跟肢体障碍组的比赛，就是他们有助走的动作。对对对对，所以可能内容上也不太一样今天从早上就开始进行的比赛到目前为止有些赛事呢已经进行结束了，所以待会呢我们很快的我们就要先来看肢体障碍女子组个人赛 TPP 8台北市的李佳杰选手跟桃园市的刘桂香选手呢要来进行今天的赛事对了，另外还要介绍一下，我们一般的选手打的是10局的比赛但是身心障碍运动会的这保龄球项目呢，选手是打6局的比赛。对对对。好，那待会儿呢，现在这2位选手的这个练球的时间已经结束了所以待会儿呢，在进行球道的整理过后呢，这场比赛就要正式的展开来了。错。不过就是我们也有提到说像他们在轮椅的这个部分在做这个保龄球的这个投掷跟一般的助走它在整体上来讲，这个力道上可能就是会也会不太一样。对，其实差距蛮多的。对，包含我们等一下看到的轮椅组的选手其实你看他们的球速其实都不快。对，但所以他们其实更注重的是球的落点，还有球的运动轨迹，然后让能确保他们能拿到更高的分数。这样。其实基本上他们使用的球道那球瓶的重量这些所有的规格其实是跟一般的选手是一样的。对，是一样的。那在球的重量上，就是看你能够你自己适合的这个重量的一个选择。对对对对。那通常轮椅组如果是曲球的选手
通常还是会选择至少是13，对，至少是13磅，然后最多应该是，其实我看过16磅的啦，对，但其实13到15是最平均的，对，最多人用的，对，那因为你打曲球，如果你用一般的。像我们台湾的飞碟球通常都是10到12磅，那如果你曲球用10到12磅的话，很有可能会发生疾病关系不好的问题。那其实效果就没有飞碟球来得好。对，所以看到包含我们现在33道的李佳杰选手手上那一颗，因为我没拿着，我不知道，但我猜应该是13到15磅。对对对，这个其实说实在也是需要他们在整个背力上要很强的一个状况，才能够说把这个拿这么重的球，然后把球坐在轮椅上的这个状况去投掷出去。对对，其实坐着打球其实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包含你的核心，包含你的背力，其实都需要蛮高的一个水准。对，所以其实不是说什么坐在那边这么简单，没有，其实身心障碍组的选手比我们想象中来的更加的努力许多，对，更加的辛苦哦。没错。好，我们今天是在台中市丰原区的双木保龄球馆，要来进行的是113年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保龄球项目的比赛。好，我们今天第一场为大家带来的是肢体障碍组的比赛女子组的个人赛，台北市的李佳杰选手，他的这个选手的编号2004，待会是在33道呢来进行比赛。桃园市的刘桂香选手呢，他的选手编号是2013，他会在34道来进行比赛。那像这样子的在这样的个人赛，在2个球道来进行，他们也是一个交叉进行的一个过程。好，这次的113年度的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我们会透过 Hub Sports 的 YouTube 频道，以及全国身心障碍运动会的 YouTube 频道，以及吉林体育台呢，为大家来转播这次各个项目的赛事中华民国113年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女子 TPP1、TPP8， 男子 TPP1、P8， 比赛正式开始。好，比赛现在已经大会宣布这场比赛要正式开始然后我们同样在其他的球道呢，还有其他的这个组别也在同时进行比赛。我们先来看台北市的李佳杰选手来投掷出他的第一球。哇哦，19是留下一个10号瓶，相当不错的一个内容对，其实在身心障碍的这个项目里面其实我们最注重的其实是所谓的 spare 率，就是补中率。对，因为其实补中在保龄球里面其实是更重要的，相比于全倒，因为补中是如果你有一球没有补中，其实你会损失平均下来大概是15到25分，所以其实损失还蛮严重的。对。那我们可以看到他第一球的弱点是近点是1-2，那对于右手的曲球来讲，其实我们会希望球的近点可以保持在1号瓶跟3号瓶的中间，那让我们的球可以钻进去球瓶的中间，然后获得最大的横向的破坏力。好，现在要来解10号瓶差一点点，没有解到。对。所以第一局的分数是9分，然后刚刚呢，刘桂香选手第一球呢是只倒了7号瓶而已。这回解到了是剩下4瓶，所以他在第一局呢是拿到了6分。好，接下来再换李佳杰选手的第二局的投球。感觉是有想要修正一下啦。有，这球他有修正到他想要的近点，那角度的问题，所以其实球员关系没有到相较来讲这么好。对。
不过还是留下一个3号、10号。刘桂香选手这一次修正的有想要比前一局的好一点哦。对对对，但是稍微太中间了一点，留下了一个4、6、7、8、10啊，但这是一个很难解的技术球。对。哦，解到这一球解球是非常教科书的解法。好，就是打到这个2个瓶子的中间。对对对，尤其是右手对右手狙球来讲，就更应该打到那个点。好，刘国江选手其实有点想要拼一下了，但是只解到1瓶。好，所以李佳杰选手呢，在第2局呢是打出了一个 spare。好，第3局，看一下球还是选用同一颗，但是看起来人好像他好像有稍微往右边一点点哦。结果打出了一个 strike。这球非常好，这球我从后面看了，他有稍微调整他的站点，那有稍微往右边移了一点，所以他在球在往1-3前进撞进去的时候，其实力道会来得更好。所以他的横向破坏力会更多，那这一球也是非常标准的全倒。好，所以李佳杰选手呢，在第2局打出 spare 之后呢，第3局是打出了全倒。好，刚刚刘桂香选手第3局呢是打出了这个倒7瓶的这样的一个成绩。哇，差一点，好可惜，差一点哦，0-2。哇，真的很可惜。这个8号瓶其实我们也是右手狙球几乎最不想看见的其中一支残瓶之一。刘桂香选手要来解这一球啊，但是只倒了1个瓶，所以第3局呢，他是仅仅拿下了是8分，总分目前是20分。好，我们来看一下李佳杰选手他在第4局的能不能再继续解到 spare。相对这个位置是对右手狙球稍微难一点。其实没有，但是因为这个球瓶，其实在右手狙球的近点里面，其实是你几乎看不见，因为我们球是从右边往左边钻嘛。那其实球我们想象中的球应该要钻进去，所以球其实应该要把8号瓶推倒。对，但其实有时候8号瓶没倒，我们右手狙球的选手就会阿杂，对的，就很阿杂这样子。结果他刚刚就也没有解到哦，也没有解到，很可惜。好，第4局刘桂香选手的这个第1球是倒了6支球瓶。好，由于没有解到啊，所以在进入第5局之前呢，李佳杰选手目前的分数是57。这一球看起来还不错啊，可惜有点过头了，留下了3号、10号，所以有点想要再修正一点点。对对对。好，刘桂香选手来解第4局的这个4支球瓶有点可惜。这个再偏差一点点就有机会哈。对，其实就蛮有机会的，只要球瓶有打到1号瓶的话，其实就还真的蛮有机会的。好，李佳杰选手他在第5局的第2球啊，看看能不能够解到。也是一个比较困难的技术球。对的，其实这个瓶子对于一般的选手来讲，其实也蛮难的。对对对，虽然它有2支，但是而且排得很近，但其实我们在解的时候，我们要避免去只有打到前面那一支，我们会说这个情况叫割耳朵。对对，因为我们有时候就是会不小心只打到前面那一支，然后后面那支就漏掉了。对。好，刘桂香选手有点渐入佳境啊，在第5局第1球是倒了9支球瓶。好，目前李佳杰选手要进入到第6局的这个投掷。
好像有点完美，但是差一点点，差一点点。这一球有看得出来，他又往左边站一点点了，因为上个球过头嘛，他就会想要往左边站一点点，但是他的球回来的力道就还是差一点。啊，刘桂香选手他错过了这一次有解 spare 的机会，也蛮其实真的很接近。对，就差一点。其实对于投掷这个一般的直球的这个选手来说就是这样的解也许是比较有机会大一点。对对对。好，李佳杰选手进入到第6局第2球的投掷看看能不能解到这个 spare， 解到，对，没有问题。他有调整他出手的角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他球到后半段的时候，转弯的幅度并没有那么大。对。所以李佳杰选手在前6局的这个投掷有2个 spare 跟1个 strike。这球有点机会打中了，真的是渐入佳境在第6局终于刘桂香选手出现了今天的个人的第一个 strike。来看一下第6局的这一个 spare 解下去差一点点。这球进点就是有一点点太中间了，我们会说太厚，对，有点太中间了，所以留下一个4号瓶。那这个也是很正常的情况。看一下刘桂香选手这一球还是很中间哇，差一点就来了一个 double。这一球有一点点进点，有一点偏中间一点点，所以其实还是有留下展品的机会。我们稍微修正一下那今天这个比赛呢，会进入到两个选手都会进入到10局的这个10格，我都是。看一下，哇，这一球接到了，这一球非常非常标准，解的也是非常的稳定。所以有渐入佳境有可能如果越打越好，后面看看有没有机会来追上。对，后面还有5局，所以其实在我们还没打完之前，永远都不要放弃。看一下这一球，哇，差一点点。反正这球就跟上球是完全一模一样的进点，那球评关系跟留下的产品也是一模一样，对，都是留下了4号瓶。刘桂香选手第8个的这个真的是有越打越好有开始找到他想要打的这个方向。那这一球也是一样留下了4号瓶。李佳杰选手第8个的要来接差一点点，差一点点。意识到了，但是最后一刻其实没有转到他想要的位置。没错没错。刘冠选手第8个的要来接 spare， 应该是没有太大的问题。哎呀，差一点点，最后一刻居然转走了。对，其实刘桂香选手他的直球其实有一点点小反曲，就是有一点点往右偏。对，所以其实他刚到最后一刻有点往右跑，然后就漏解了这一个4号瓶，蛮可惜的。哇！居然纹风不动！哇，这个真的，这个真的很可惜。很顽固的7号瓶。对，这个7号瓶原本其实应该要倒了，对，但他又撞到旁边的8号瓶，然后又站了回来。哇，刘桂香选手其实这有一点点，如果以他的小反区来讲，这个其实是有一点机会的对，找到那个位置。那
留下了5号、6号、10号。那其实哇，这个其实是不好解的。好，第9个顺利解到 spare。第9个。想要念力让它转回去有点可惜。但其实这个 spare 不好解的原因是因为它不像一般的5号、6号，你只要打到中间，其实你要打到偏右边一点点。对，它其实不是打在正中间，因为你还需要去接到10号瓶。好，第10格。意识到了，但是最后还是留下了6号、4号跟7号。好了，这球也是一样，有点太厚了，近点有一点太中间，所以一样留下左半边的球品。看一下刘桂香选手这一球，稍微有点歪掉了，有点往左了，留下1369。好，来看一下李佳杰选手他在第10格能不能解到 spare。有机会，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好，在第10个解到了这个 spare 之后呢，待会还有一次的投资的机会，还是想用念力的，但是这球好像还是不听使唤，还是差一点点。好，最后，刘桂江选手在第1局拿下了98分。我看一下33刀的李佳杰选手的最后一球。好，如果能够这一球能够来一个 strike 做个完美的结局的话是有机会这球有机会差一点点，可惜，还是留下了7号瓶。是，这一球很明显就是他又换回了他前几格打的球。那我们选手也通常会在最后一格做这样子的尝试，就是我们会换球。那我们来看一下，会不会有其他球可以更好的攻破这个球道？李佳选手在第1局是拿到了150分。最后的第1局2个人的比数是150比98，李佳杰选手在拿下了第1局。好，所以在第1局呢，李佳杰选手是在第3格打出了一个 strike， 然后另外呢，也在第2、第6、第7跟第9、第10呢都有解到 spare， 最后是拿下了150分。刘桂香选手呢，他是在第6局打出了一个 strike， 然后在第7格呢是解到了一个 spare， 最后是拿下了98分。好，所以在第一局呢，两人的分数分别是150跟98分，而在这个女子的这个个人赛方面呢，是要打6局制那这个6局制是如果有选手先拿下已经有优势的这个局数，会提前结束？不会，还是会把它打完。这个是个人赛，所以其实我们每一位选手彼此之间没有任何的竞争关系。对，我们6局个人赛是采取6局的总分。对，所以我们6局打完之后，我们用总分直接我们这一组直接排名。对，然后来看我们是第几名，然后取得什么名次这样子。所以在最后就是每位选手去在这一次就是他们这一次的比赛当中去比直接分数，也直接做排名。对，就是6局的总分。好，现在要进入第2局的比赛李佳杰选手先投掷第一球，进点看起来不错，可是最后好像少了那么一点点力道。对，这个就是我们在讲的进屏的角度。对，那这个角度其实是有点偏小的，所以球评关系自然就不会
到那么好。刘桂香选手这一球是解到了6号、8号、10号，反而是一个比较难的技术球。好，这是第2局的李佳杰选手的第一格的第2球顺利解到 spare。好，所以虽然我们这样看哦，就是这个曲球跟这个直球的一个对决啊，可是对于2位选手来说，其实都是非常非常不容易哦，因为他们其实就几乎大部分是只能用上半身的力量来做这项运动。好，刘慧香选手在第2格呢是第一球打了6支球平。好像修正了一下，看起来有机会，最后还是呢，留下了2支球平哦。这个5号跟7号，对。那这一球他明显的有把他的角度稍微打得大一点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球的最后的尾巴其实进平的关系有更好。对，那很可惜就是还不够大，对，所以其实球没有完整的压进去，所以留下了5号平。刘慧香选手在第2格哦，想要来解一个对，差一点点，剩下一支球平。就像刚刚那样的一个那个球平关系，说实在，他有一点点小反曲的那种状态，好像有那么一点点机会啊。对对对。李佳选手要来解这个技术球啊，非常的不容易，最后呢还是留下了2个球平。刘刚选手第2局的第3格，想要让他转回来哦，再多一点点好像就有机会了。这个不要说是这个声音障碍选手，我们一般选手每次球打出去的时候，其实自己也会想说，能不能用点力让它转回来一点。对对对，我们球出去，当我们发现完蛋。打歪的时候，我们都会说：“哇，赶快弯！”我们看刘慧香选手来解这一个3号、10号，这个位置大概要打到，可能就是2个平，稍微就是正中间一点嘛，还是要平稍微偏右边一点点，然后让球去。再打到10号平这样子，有2种解法，一种是打3号平的左边，然后让3号平去打到10号平。那第2种是打3号平的右边，让球去打到10号平。那通常选手都会选择后者，就是让3号平，就是让球去打10号平，会比较稳定一点。那我看到这一球还是近点还是一样，就是有一点点太中间了，所以一样留下4号平。好，那这个问题。我看李佳杰选手能不能在下一球来调整。刘慧香选手的第4格，想要让他再偏回来一点，但是看起来最后是球的那个力道是没有办法。留下了4支球平。这个解球应该是没有问题。好，在第3格解到一个 spare， 这个原则上大概就是打中间，就是对这4支球平中间的位置，但是有点偏掉，有一点点偏掉了。这个其实也没有到很好解，对，我们其实还是要打到1号平偏右边一点点。对，但你不能抬右边，就是你要打到中间偏右这样子。所以其实相较于其他球评来讲，其实这个还算是难解的。对，而且还需要一点力道。对对对。那这一球哇，
真的很可惜。对对对，因为这几球啊，其实刚刚这几球留下7号瓶的，其实正常来讲都应该要全倒的。对，但球评关系真的是还差那么一点点。那看能不能从球的角度上来做调整。这球好像想要转回来，但是全倒。刘国湘选手也终于找到一个比较好的方向跟落点，那让他的球评关系能发挥的比较彻底。好，今天从第1局到第2局啊，第2个 strike， 这一局的第1个 strike。李佳杰选手在第4格解这个哇，没有问题，顺利解到。好，已经是连续2格都是 spare， 就非常非常出色的表现。所以看起来第2局李佳杰选手在整个解球的稳定度，慢慢的有比较找到了一些方向。其实他的解球是还蛮标准的。对，在神经障碍组里面，这是蛮标准的解球。对，那用曲球来解左半边的球评呢，其实你也要对球道有一定的了解。对，你才有办法很明确的知道球实际上到哪一个地方它才会转弯，那它会转多少这样子。虽然李佳杰选手待会还要再打第5格可是他让刘国湘选手先打这个把第6格打完来解，但是只解到1个球评，有点可惜。看一下这一球这一球的球速有明显好一点哇，运气不错，拿下了一个 strike， 这是他在第2局的第1个 strike。那这个进点啊，对于右手曲球来讲，其实是相较比较没那么理想的。对，但运气不错，还是顺利的拿到一个全倒。而且好像有这个力道上的有一点点加持稍微有点帮助。对，我看得出来他想多打一点球速。对。刘国湘选手的第7格，转不转得回来呢？哇！可惜有点转不太回来。对，留下了1380。看看能不能来个 double。哇，果然来了一个 double。这是2位选手今天这场比赛的第1次有选手打出 double。对，这是第1个 double。好了，这球也是跟上球很像的进点，那这也是运气不错的一个 lucky try。这个要解，但是前面的这个球评没有先碰到要整个解到 space 就稍微有点困难了。倒了2个球评。来看看第7格，李佳杰选手要不要今天来个 turkey 吧？这一球有好一点点稍微中间了一点点有点可惜。错过了今天第1个 turkey。对，但他在一个 double 后面拿到了8支，其实对于加分上来讲，其实还是非常的巨大的。可以看到他现在在第5格就已经拿到93分了。好，来解第7格的这2支球评有，那个没有问题。好，在今天第1个 double 之后呢，在第7格也解到了 spare。好，刘国湘选手的第8格有没有转回来？有点机会，但是最后差一点点那个力道。好，最后剩下3号跟7号球评。
好，决定还是让刘慧香选手啊来把这个第8格先解完。这个也需要蛮精准的这个位置。对对对，而且这一球意识到哦，有解到有解到，好球。因为他的球本身其实有一点点的小反曲，所以其实出手的时候我还有一点担心。对，那运气不错，因为球速没那么快，所以球还是有顺利打到7号瓶。哇哦，在第8格，再打下了一个这个9支球瓶，剩下10号瓶。对，这个也是右手曲球非常常见的一个产品。刘慧香选手在第8格打出这一局的第1个 spare， 所以看看能不能够把这感觉再延续下去。这一格加分很重要哦。哈哈，差一点点，差一点可以多倒一个球瓶哦。所以他在第8格是多加了18分，第8格的分数来到了88分。看一下李佳杰选手这一球解spare，哇，也完全没有问题。对他对这个球的球转弯的角度有非常非常不错的概念。对，所以他在解右半边的球瓶的时候，他会让他手的角度不要这么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球到最后就是跟直球很像，就几乎不太会弯了。刘慧香选手来解这第9格，但是球偏掉了，有点可惜，因为他的球在有小反，就是有一点往右跑的情况下，虽然出去的方向是对的，但是最后球往右跑，反而是漏掉了这2支产品。这个进来的这个角度看起来是还不错，但是最后对力道上好像还是差了一点点。对，这个力道上还是差了一点点。留下一个也是不好解的5号、10号。桃园市的刘慧香选手在第10格，看看能不能够拉个尾盘哦。偏掉了。倒了7支，留下1号、3号跟8号。这一球，哇，差一点。有那个想法啦，对对对，但是就是最后还是稍微正了一点打这个中间这个球瓶。球最后有一点弯的，有一点少。那如果弯的幅度有正确的话，它会打到5号瓶的左半边，那5号瓶就会飞过去打到10号瓶这样。想法上是这样，对，想法上是这样，对对对。要来解第10格，剩下3支球瓶。这球，哇，还是他的这个角度，就是他的反曲跑掉了。对对对，还是有往右跑，所以一样就是从右边溜过去了。这一球不错strike。他在第2局的第3次的 strike 了。他在第9格就已经有159分喽。所以在这个第10格打到了 strike， 接下来还有2球的机会。刚刚刘桂香选手第2局的成绩是103分。看起来这一球出去角度不错哦。再来一个今天真的是运气不太好。7号瓶不太跟他感情不太好。7号瓶有点不听话。因为这几球真的都非常漂亮，进点啊、球速啊都非常好。但这个7号瓶不倒就是不倒。对。刘桂香选手他在第3局已经开始打第1格的这个比赛了。
好，来看李佳杰选手在第2局的这个最后的这一球，这一球解球应该也没有问题，接得相当不错哦。那我们可以看到李佳杰选手这一局拿到179分，成绩是越来越好。2位选手都是渐入佳境。刘洋选手他在第3局的第1格的第2次投掷差一点点。好，想法位置上其实基本上有啦，但是就是真的说实在的，这个就是力道上真的是会比较可惜一点。对。我们看一下，就是他在整个身体的这个律动上的一个状态哦。好，这是他在第2局的第5格啊，打出了这一局的这一次的 strike， 开心。好，李佳杰选手的第3局的第1格啊，感觉上球也要过去了哦，结果最后还是没有能够碰到这个10号瓶。这个有点可惜，一样就是我们球没有压进去，所以6号瓶会你会打到6号瓶的偏左边一点点，那6号瓶就会掉到水沟里面，反而打不到10号瓶，就扫不过去。对，就是扫不到10号瓶这样。哇，碰，可惜了，最后这个力道不够。否则的话，其实这一次啊是蛮有机会的。好，要来解啊，没有解到。有点可惜，这一球有一点点太早弯了。刘桂香选手要来解这个第2格的这一支球瓶。哦，让他球有点小反曲哦，有没有机会？哇，可惜，2位选手都没有解到这个10号瓶。那对于33道的李佳杰选手，他需要开始考虑有没有可能是球道的状况开始改变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现在站得越来越左边喽。角度不错，但是最后的力道，像他拿的这颗球跟一开始拿的是稍微有点不太一样。对，这一颗球我们明显看起来是这颗球相较来讲更强一点点。他在球的尾巴的转折上，还有在球的加速上，都比他前一颗来得更好。但这一球呢，一样是进瓶角度没有到这么好，所以留下了5号、8号跟10号。刘桂香选手在第3局第3格这一球，哇，可惜留下了4号、5号。看起来感觉是不错，那最后就是有人想说这个真的是没有办法，力道会差一点。哇，这个差一点点解到哦。对，这一球他就是他的人往右边站，然后他的转折点选择一样转折点，那球就会相较于上一球进点会更左边一点，那也就有机会解到这个产品。那可惜的是他有一点算错了，对。刘桂香选手第3格的来解第3格的这一球，4号、5号，哇，有点可惜哦，反而太直了。对，现在反而太直了。李佳杰选手的第3局的第3格。球，哇，有点太中间了，留下了36、70。好了，这个也是相当不好解的组合瓶之一。第3局的开局哦，2名选手都稍微有一点点遇到了一些小困境。
你刚提到球道状态的改变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对，因为我们球道上其实会有油，对，那因为你球打过去的时候，油就会被球刮到后面去，就会被刮掉，所以其实球道的状况会随着你每一球的投掷而有不同的改变，对，所以其实对于曲球的选手来讲，我们最理想的情况下，我们会一直从站点会从右边，我们一直调整，调到左边去，因为右边的油会越来越少，那我们要想办法避开那一块比较难突破的区域，对。基本上，在一场就是一位选手一场比赛打完之前，球上基本上不太会去做这些整理。对对对，我们球道的整理啊，通常都会是一个我们在国外讲会叫一个 block，block 一个 block，对，那我们一个 block 通常才会再整理一次这样子。李佳杰选手第4格，哇，真的很可惜。对，想法上是有了，但是好像看起来也有点机会，但最后就是没有转过去。对，这个我们在看的时候啊，其实这个球的能量有一点点损失掉了。解到了，这是刘桂香选手在第3局的第1个 spare。所以这也是我们刚刚讲到这个球道状态关系，这些都会有一些影响。对，这个对于尤其是曲球选手来讲，这个差别会更巨大。对，相比于直球或飞碟球来说，曲球选手更需要去注意这一些球道的变化。击球，哇！可以理解他的想法了。对对对，这个其实我们曲球选手其实也都是这样子进攻，这种就是选择来这样子解中产品。但是最后比较可惜是都没有能够解到。刘桂香选手的第5格，第3局的第5格。看起来差那么一点点对。想法上没有太大的问题了，但是最后还是中间的那一点点。对。留下了左边的2只球瓶。李佳杰选手换球喽，换回他一开始用的球。哇，这个的确那个重量是真的下去了，但是对，哇，真的很可惜。他今天跟7号关系真的不太好。他今天应该有4球还5球留下7号瓶了。看一下这一球应该是有点机会啦，但是最后球没有如愿的往那边过去。对，打的那个点是对的，但球还是有，因为他反曲的关系，有一点点向右的力道，所以他其实最后往左没那么多，他反而没有解到这个7号瓶。下这一球，应该没有问题。讨厌的7号瓶被他解到，解了好多次了，真的。好，这是李佳杰选手在第3局的第2个 spare。好像这一次有照他的意思过去了哇，就差那么一点点5号瓶没有倒。对。但真的球窜进去的这个角度，有如他所愿的，这个手挥还是挥过去。这一球的球就比较听话，那可惜还是留下5号瓶。好，决定让刘桂香选手再把第6格的这一支球瓶呢先解掉再说。这球没什么问题。解到。只是有点可惜这个刚刚在
第5格啊没有能够解到 spare， 要不然这个连3个 spare 下去，这个加的分数也会看起来比较漂亮一点。这个想法应该是有了啦，但是最后还是留下了1支球瓶。这一球就没有送出去的这么多，那反而是球提早转弯了，所以打到球的打到1、2号瓶的近点，那留下了6号瓶。这球解球应该是没什么问题。他在第3局的第2个 spare， 连续2个 spare 出现。刘桂香选手在第7格的第1球投掷，位置不错 ，strike。好，等于说他在连续3局啊，都至少有1个 strike。这一球进点就非常教科书的进点，对，尤其是对直球来讲，这种进点是直球最想要打的。第3局2位选手目前看起来是开始有点焦灼喽。哇，这球不错哦。是不是也来一个？啊，可惜，还是留下了4号瓶。所以今天4跟7这个角度对他来说是真的是比较辛苦一点。对，左半边的球瓶似乎都比较没有那么听话。有个让选手看看来个 double， 这一球会往左吗？有点可惜，留下了128。第8格啊，倒了7支球瓶。这球解球应该是没什么问题。我们看看李佳杰选手在解左半边的球瓶真的是非常标准。好，连续3格啊都是spare来收场。刘桂阳选手的第8格第2球，如果能够解到，就有机会再继续把这个分数加上去。球哇，往右跑掉了。就是因为他的这个尾巾的那个跑法，就是真的反曲的。对对对，看多还是少？其实有的时候好像就是他的那个力气还是会有一点去影响那球最后走的方向。对对，包含出手最后那一瞬间的角度，也会影响到他球往右偏移的幅度。对。所以一般有的时候这个不一定他是真的要去做这个反曲的角度，有时候可能就是他手的角度稍微有点跑掉这样。对，也有可能对。看一下李佳杰选手这一球又是留下了7号瓶。啊，今天真的恼人的7号。啊，连续4格都是第1球都打了9支球瓶。这一球就有一点点，哇，还是有一点点往右边跑了。就还是他出手的习惯的最后的走向啊。对对对。没关系，我们看一下李佳杰选手在解左半边的球瓶。这一球哦，就是你真的要，你这个7号一定要最后要来让我解一下才行，这样子。解都没有问题，但是就是第1球出去的时候就会不太听话。对。这一球，有点反曲会没有问题。对。那这球解球是非常标准，打到1号瓶的左半边。第9格，我看看已经是连续4格都是 spare 了。哇，这个有点中间了。
本来想说是不是能够 lucky 一下，结果没有。结果没有这么 lucky， 留下了6号、10号。刚刚在这个刘桂香选手，他在第7格打出了strike之后，第8格比较可惜没有能够乘胜追击所以等于第2球没有加分到。对，没有错。李佳杰选手在第9格的第2球，这个 spare 也没有问题，也是很标准的解法。所以在这一局，他的整个的状况就是稳稳的去把球都解掉对，那其实我们光看这个分数，我们就知道，其实解 spare 对于分数来讲是还蛮赚的。对，所以其实我们选手在练习的时候，有比较多部分都是专注在练习解 spare 上面。相对也因为杰斯贝他的各种技术面来讲，也比较多，比较困难一点，所以其实要花比较多的心思。其实是因为它比较重要。对，因为它对分数的差距上来讲，实在是差太多了。好，那李佳杰选手这一球还是7号，今天已经留下了至少6次还7次了。刘桂香选手这一局至少可以确保他是在倒了，漂亮，这个解球不错，这个运气也不错，这个2号平弹到了墙壁之后，又再回来打到7号平。所以他在第3局确定他分数会是再比前2局再更好。对，目前刘桂香选手至少有122分了。我看一下李佳杰选手这一球 spare， 那这个7号平已经是今天已经解了6次还7次了。这一球解球跟前几球一样那也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第3局虽然是稳稳的拿到了6个 spare， 但是整体的分数上来讲，比前2局稍微落后一点。这一球其实没有能够多贪心的要一点。有点可惜，最后一球只有打到3支。那刘桂香选手第3局是以125分收场。我们看一下33刀的李佳杰选手最后一球。98、103到125刘桂香选手算是渐入佳境。但是就是说，以他前面的状况，他其实后面还是要想办法再把分数拉高，才有机会去跟其他选手抗衡。哇，最后一球怎么还是7号平？又是你。对，148分，这是他在第3局的分数。如果没有7号平的话，这局应该会有个200分。如果每一个7号平都倒，这局应该会有210几分真的非常可惜。让他看要能不能想个办法来让解决这个7号平。对啊，像这种说不倒就不倒，真的很闹人。不过倒是刘桂香选手他在前3局是各拿下了1次的这个 strike 等于说连续3局他都有 strike 进账，所以他在第3局的分数呢也来到了125分，比前2局呢都要来的理想。这一局他的解球的状况也比前2局要来得好。好，这里是
欢迎大家透过这个 Hop Soul YouTube 频道呢，以及全障运官方 YouTube 频道，还有智霖体育台来观赏这场113年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保龄球项目的比赛。好，目前比赛的地点呢是在台中市丰原区的双木保龄球馆。我是余胜利，我们搭配球评刘嘉恩呢来跟我们一起看这一场的赛事。好，这是肢体障碍组女子个人赛，来自台北市的李佳杰是在33球道，跟来自桃园市的刘桂香选手在34球道。那他们在身心障碍的等级呢是 TPP 8也就是他们是轮椅组的赛事。想要扫一下在第4局的第一格呢，稍微有点可惜，没有扫到，最后是留下了2支球瓶。我们看李佳杰选手上一球终于克服了这个7号瓶的魔咒，这一球哇，连续2个全倒。这一球也一样，这个7号瓶就开始乖乖听话了。只要听话看看这一局有没有机会来挑战一下200分。没错，包含了这个他看起来好像也有换球。对，那球的关系也是球也是影响非常多的。解到所以第4局呢2名选手都有不错的开局。没错，尤其是我们李佳杰选手目前在前2格就已经是一个 double。我们看一下第3格。想来看个 turkey。看一下换球后的表现，哇，这球有一点点中间。有没有运气？哇，可惜差一点点。我有时候想说，前2格 double， 然后第3球要在挑战 turkey 的时候，那个自己给自己好像会有一点点心理压力。对，会有一点哇，这球我也一定要全倒，因为这个分数其实是补的很多。不用说 turkey 是最补的。那当然你一直连下去，当然没话讲了。一直连下去，当然是补的最多的。对。第2格的是倒了8支球瓶不过待会是一个技术球。好，8号跟10号。好了，这个我们几乎是无解的，对，因为8号跟10号是平行的关系，所以其实你要解的话也还有机会，但你要打到8号瓶的左边，而且你要打得很薄很薄，可能是1/30之类的，然后你要让8号瓶平稳的往右边倒，才有机会打到10号瓶。对，而且这个几率实在是太低了。而且你说，因为那么薄，所以它也不会是一个飞过去的状态。对，它会是倒过去的状态。这个其实方向上这个应该是另外一边的。对，要另外一边，这边就是完全没机会。对，这一边。看一下李佳杰选手在前3格是一个 double 跟一个9 spare， 所以在第2格是49分。看一下第4格的表现。这一球不错有。如果把它跑到前一格就好了。对，但我们不要这样子想，因为我们就想他接下来可能都会是全倒。对。那这几球的调整都非常不错。那在进点上，还有在球的角度上，其实也都选择非常好。跟前面一局的这个状态，他有做一些什么样的调整吗？让看起来。首先第一个是他有换球，对，那换球这是一个很大的差别。那再来是他在路线上的选择也有差。对，那这几球呢，他是选择打比较直的路线，对，所以他球在往左边的能量的的动作上会比较大一点，所以他会更容易压进去，那击倒更多的球瓶。这一球其实基本上本来看起来有点危险，因为稍微有点直，结果运气差一点点，还能够在一个全倒能够倒在他这一边。我最后还是留下一个球瓶。就这一局的修正看起来，状态是有稍微理想一点。这一球解球，不错。
也没有问题。两位选手在这6局的个人赛的第4局都有渐入佳境了。好，来看李佳健选手啊，能够把这些部分再连起来哦。目前第5格第2球要来解这个 spare， 在前面的4格啊，有3个 strike 跟1个 spare。这球应该也没有什么问题，也是一个非常标准的解球的方法。我们从前面3局到第4局啊，我们看到李佳佳选手他其实在解球这个部分算是相当的稳定。对，没有错。这个也是我们保龄球项目里面最重要的一块，就是这个解这个 spare 的稳定度要非常好。稍微中间了一点哦，所以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状况。对，球有一点点太中间了。我们理想的进点其实是落在球道的17.5到18块板之间，就我们球道39块板。对，那理想的进点是17.5到18。对，那这一球就是有点太中间了。好，那这一组球评呢，也几乎是无解的状态，所以变成是说，可能他要做一点选择。对，可能他在进点的选择上要稍微往左或往右一点点，就是说要去太过于贪心，可能也比较反而是可能不容易，甚至会少掉几球评。有时候说其实。有没有全倒倒是还好，但我们 spare 一定要捡起来。这回是中间哦。这球有点过头了，看起来是球没有推出去到他想要的点，所以有点太早动了。那打到了1、2瓶，1号瓶跟2号瓶的中间，那留下了5号瓶。来自桃园市的刘桂香选手在第5格的第1球，这球如果真的他有反曲回来，那个角度看起来是有机会。其实他刚刚确实有一点点反曲，但就是因为他球出去是往左边嘛，所以他其实球往右边的感觉就没那么明显。哇，这个有点错失掉了。这个5号瓶其实有点不该漏解的，对，因为5号瓶的进点其实跟你第1球的进点其实是一样的，所以其实你只要照着第1球打就可以解掉这个5号瓶。这一球有一点反曲的话是没有问题，就是有机会，没错，解到一个 spare。所以在第4局刘桂香选手其实除了第4个那个很难的那个技术球之外，都有解到。没有错。这一球有比较好一点哦。再来一个 strike。哇！最后进去的那个角度的力道好像就突然又差了那么一点。对，力道有点消失了。那有可能是出现在手的角度上的问题，那也有可能是球道状况又改变了。对，因为我们今天在这个台中市丰原区的这个双木保龄球馆，它的球道是比较久之前的木板道。对，那在木板道上，球道的变化的状况会更加的剧烈。对，因为木板道跟我们现在主流所使用的玻璃纤维的球道，其实木板道在油的变化上会更快。对，就比较老实说传统一点啦。对，就是包含我们台湾曾经风靡一时的飞垒球的时代，其实台湾也都是多以木板道为主。对，那现在因为国际上我们大家都是走玻璃纤维球道，所以其实台湾的木板道的球道其实已经不多了。对。过去在这个飞垒球流行风靡的这个时代其实台湾的球馆是
非常非常多的，对，非常非常多。然后中间有一段时间呢，就关掉很多。对，最近好像有稍微再回来一些。对，最近保龄球这2年保龄球的热度有再回来。对。好，吉他选手的第8格哦，目前分数是126分。这一球，运气不错。哦，这一格的第4个 strike， 啊，在这一局的第4个 strike。对。我们有看得出他想要往右边站一点，那球在最后尾巴的往左边的力道上就会比较强。那没错，可是他也必须要想办法克服前面这一段球跑不出去的区域。这一球有，哎，爆皮，怎么会这么的顽固哦？转了一圈没有倒。对，因为这个球频其实跟我们国际比赛上使用球频的是一样的，对，所以其实这个球频还蛮重的。对，其实球频呢，我们现在单看这个球频，大家都觉得哇好像很轻，但其实一支球频就有3磅多的重量。对。虽然说是这个声音障碍选手的这个比赛可是我们前面有提到，它包括球道的状态跟这个球频的这些的规格都是跟一般的选手是一样的。对，没有错。好了，这一球李佳杰选手是留下了457，哇，这也是不太好解的残评之一。这球好像没有什么问题哟，跑掉了。结果最后怎么往右这么多？对。就还是他球的那个尾劲的走向是他比较像是他的这个部分，但是有点跑掉太多。这一球有机会吗？中间差一点点，稍微往左了一点点。对，但其实他这个解球的角度跟路线其实是对的，那可惜就是最后只差了大概2块板左右，还蛮可惜的。梁桂香选手第4局的第8格这一球反区就最后是稍微中间了一点。看得出来他现在反区的幅度有越来越大了。所以这个可能是也是他原本有一些这样想法。有可能是选手自己想要调整，那也有可能是因为球道上的变化嘛，所以只要球越早动，它看起来就会弯得越大。对。好，第8格大家比较可惜的是，从第6格开始的这个解球比较遇到了一些状况看看最后这3格有没有办法把这些部分都调整回来。不要跑不要跑！一球，哇，可惜，就是跑掉了。这一球最后只有解到6号坪，4号坪了。李佳杰选手在第4局，目前154分，第10格，看看能不能够再把这分数再追加上去有，这一球不错。他在这一局的第5个 strike， 这一球他很明显有往左边调整他的站点。那对于曲球选手来讲，他需要找到更多的球道上的油，那让球可以比较稳定的滑到后面，那再来进行反应，那能量会比较好。第9格，这个2号坪。差一点点，也是有点顽固的，这定的就晃了2圈，还是站在这里。没错。看一下这一球，哇，有一点点外面了。最后没有能够及时修正回来对，这一球有一点太外面了，所以他回来的角度就没有这么好。
那就留下了2号、4号、5号。李佳杰选手在第4局的第10格，第2球是留下了3支球瓶。刘桂香选手的第9格的第2次的要解这一球。球，算是还不错哦，有擦到。有一点有惊无险的感觉，对，应该原则上应该要稍微再直一点，对，但球最后还是有点往右跑。看一下李佳杰选手第10个最后一球，没有问题。顺利的也是收下了这个 spare， 所以他在这第4局呢，打出了174分的分数。好，他今天在前面4局成绩最好的是在第2局的179分。刘桂香选手在第10格第1球打出一个 strike， 相当的不错，等于是他在今天的4局里面都各有1次 strike， 对，而且他的分数是一直在往上的进步的。所以他有机会在第4局再把前面第3局的分数是125，再把这个分数再往上提升哦。对，他现在已经至少有123分了。看一下他第2球。第2球有点还不错哇，可惜这个4号瓶也是不太听话。感觉刚刚有一点最后要开花，但是结果对中间还是没有能够打。好，差一点今天第1个 double 要拿到手，不过还是不错第2球是倒了9支球瓶，所以呢，今天至少在这一局的分数呢，将是突破了130分。看起来很直，最后跑掉，又往右跑掉了，没有解到。但是呢，他在这一局呢是拿到了132分，再比他前面3局的分数呢，在更多的进步所以他在今天呢，第4局的第10格，最后阿尾盘拿到了一个 strike 等于他在前面的4局各有1次 strike。而在另外呢，李佳杰选手他在第4局的开局就拿下了一个 double， 然后他在这一局呢是总共有5次的 strike。好的，这是在113年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保龄球项目的比赛肢体障碍组的女子个人组的比赛，由来自台北市的李佳杰在33球道，面对桃园市的刘桂香选手在34球道，在前面的4局
刘慧香选手是有一直在进步，但是李佳杰选手呢是那边打出了150分、179分、148分跟174分哦。这项比赛呢，要进行6局的赛事，这是第5局的比赛。李佳杰选手在第1格呢，打出的是一个倒了7支球平的一个成绩。刘国安选手在第5局的第1格，第2球的这个投出是有点机会哦。哇，不错，不错，解到了一个 spare。他这个对于反区来讲，这个解法也算是很标准的一种解法。李佳杰选手要来解这个左边的这3支球瓶，没有问题。没问题。李佳杰选手在前面的4局这个合计拿到的分数呢，是651分。而刘桂香选手只是458分。这项的比赛呢，要进行的是6局的赛事。出手的感觉不错，但是最后还是依照他的比较，我们大家前面知道他的轨迹稍微还是往右偏了一些哦。对，留下了4支球瓶。我们前面也提到，就是这个项目呢是女子肢体障碍组的这个个人赛啊，他们的这个等级是 TBB 8的等级，也就是轮椅组的这个赛事。老实说，这样打6局，其实说实在真的蛮吃力的。真的还蛮吃力的。一般的选手在打6局，其实就有一点点吃力了。对。那更不要讲了，对轮椅组的选手，每一球都是在原地投球，那也没有助走的力量，所以完全都只能靠着自己的上半身的力量来打球的话，其实是更吃力的。而且就是定点啦，因为定点就是你那个要用的那个力气，跟你有一个助跑的这个力量是不太一样的。其实真的差太多了。球还是偏掉了，偏到右边去了，所以如果他真的要再解的话，就真的要修正一下他出手的位置。对。好，第2个没有解到，李佳杰在第2格的第2球。这个4号、7号都是今天的老伙伴了。那还是很标准的解起来。就是说，第1球的时候跟他感情不是很好，第2球就说让我们来修补一下。对。李佳杰选手今天在左半边的球瓶都解得非常漂亮。这一球，进点有点不错。就是没有能够开花成功啊，就最后还是留下了一个2号瓶。对，就基本上看起来是有机会了。对，那进点还是有一点点太薄了。好，另外一场赛事的选手要先经过。我们有提到说，其实在一般的球馆其实对于这个身心障碍选手的这些比赛来说说在轮椅这个部分，对于球馆来说都会是一个比较因为有的时候有些轮椅的这个轮子上面会有一些小石子，对，所以对球道会有一点点算是有点伤害了。对，有一点。所以在上球道之前都要做一些轮子的这个清洁的工作。没错，我们可以看到球馆这边，它其实在
让轮椅上球道之前这里有几块白色的布，对，那就是确保这个轮椅在上助走道的时候比较不会去伤害到这个助走道。李佳佳选手哇，这回不听话的呢是右侧的10号球评。这一球就是球有一点点太早做动了，所以能量上没有那么好，那留下了右手曲球蛮常见的10号柄。看一下34道的刘桂祥选手的第4球。这一球有跟他想象的一样往右偏哦。结果没有把剩下2只球柄给扫倒了。对于直球选手来讲，5号、8号、9号这几只瓶子其实是最难克服的，因为你的球要想办法压进去，然后打到后面这2只瓶子，其实还蛮难克服的。喜沟，有一点点意外，最后球没有转回来。对，差那么一点点。看一下我们刘桂香选手有没有顺利解到这2只5号瓶跟9号瓶。想要念力把它转回来因为出手都自己知道好像是有点多了，好像有点太多了。最后没有解到。第4格，就刚刚那个失误，其实说实在有一点点伤了。看着这一球有调整的不错哦。熟悉的7号瓶。我们今天已经看到李佳杰选手已经留下大概快10次的7号瓶了。回去要摆一只在家里跟他修补一下关系，上面还要写7号。对对对。刘桂香选手这一球出球点不错，看起来这个进去的这个点非常的好，但是最后力道就是差那么一点，在中间这个5号瓶没有能够倒。对。李佳佳选手的解7号瓶，问题不大。这个解球还是令人心安啊，非常的稳定。刘桂阳选手这个5号瓶的这个解第5格，出手就知道跑掉了，没有能够顺利解到。这一局的这个3、4、5格是比较可惜一点，球都稍微有点偏掉了。好，这2位选手的第5局的比赛。好，我们在这场转播结束之后呢，我们待会儿继续会再为大家带来2场的赛事分别是女子肢体障碍组 TVB 10等级的2位选手，以及视觉障碍组的 TVB 3等级的3位选手的比赛。李佳佳选手的第5格，这一球进去的角度不错，但是这一回留下来是右侧的球瓶。这球留下的是10号瓶。所以说实在的，这个要修到一个完美的位置，真的是很不容易。而且修到了之后，我们还要保证，就是每一球的动作都尽量的保持一致。是，有一点可惜差一点是连续5局都至少有1次strike。刚刚进去的角度是真的还不错，有机会。没错。第5格这回要来面对的是10号球瓶的解球。
刚刚有 miss 掉过一次，又 miss 掉一次，所以他看起来解7号瓶没有太大问题。对，而10号瓶这个位置呢，在这一局看起来有点辛苦。对，因为右手需求的选手呢，其实比较害怕的反而是10号瓶，因为你的球有可能会太早做动而弯过头，像刚刚这球一样，也有可能就不会做动，结果洗钩。对，其实对右手来讲，10号瓶反而是比较难解决的。对，但你也包含看到了，他刚刚这球在解球上啊，其实出去的方向是对的，但球相较于第1局来讲，有更早的做动。对，所以其实球就比较早弯。哇，那这个选手，我们要看那个李佳杰选手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点？看起来是稍微中间了一点。对，那留下4号、7号。这是2位选手的第5局的比赛哦。刘卫湘选手的第7格。看一下这一球，打到了2号、4号的近点，那留下的是136，7支球瓶。看一下李佳杰选手解左半边的瓶子，哇，这次反而弯过头了。那我们就其实可以证实了，这个球道其实真的在变化了。对，其实球道整体上的油的存量已经越来越少了。所以要变成是说要打完整个 block， 不是只有这场比赛，要整个 block 才会再进行做球道整理的工作。对，那球道整理就是通常是以一整个我们也可以讲一个。我们还是比较习惯讲一个 block， 对，一个 block 打完之后才会再整理一次，这样很难去详细说是多少场的比赛了。对，因为有些时候其实是不会整理的，有些时候是会整理的。对，看一下这一球，有换球咯。所以是有在因应这个状况有抓下了一个 strike。那这一球他的调整就非常多，他不仅换球了，那他的路线选择也打得更大了一点点，所以相对他是蛮有经验在这个比赛的这个变化中的。对，那这个其实也是最考验选手的一部分，就是这个选手今天很稳定，那也是一回事，但能不能临场的调整，那才是真正的实力。对，那也是经验的累积。我们可以看到他上一球的调整就非常的果断，那调整运气也不错，调整一次就调整到他想要的近点。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球，他能不能维持上一球的调整？还是跟上一球是用一样的球，但是这一次有点太中间了。这一次就达到比较里面一点点。那穿过了这一整组球瓶，留下了4、6、7、9、10，这个也是很难打的组合瓶。好，偏不偏得回来呢？偏回来就有了，没有问题。解到一个 spare。那这一组李佳杰选手面对的这一组组合瓶，其实真正的难点是在于，如果你想要解这一组球瓶，其实理想上的打法是你要进攻左边，就是2支那一边，对，这样才有机会解到全部。对，但因为这是一个个人赛的比赛，所以我们选手比较不会去拼这一种组合瓶，因为没有必要，我们就是稳稳的拿下这个3分这样子。主要是分数，最后总分了。对，主要是为了总分的关系。好，第9格，刘桂江选手在第5局的第9格。这一球，哎呦，不错，但是这一球没有往右边弯。就是有时候就这么奇妙哦。对，觉得说，其实以他的
球的一般它的这个路径来讲比较会弯回来，就这次反而是有往左边偏一点。对，这一球反而就比较没有弯的那么大，那这一球就只有打到2号坪。李佳杰选手，目前在进入第9格之前是109分。这一球进点上有一个调整哦，看起来还不错。哇，有点可惜，还是有一点点太中间了。那里是留下了4号、10号。那这个也是很难解的组合品。但目前看起来，他前面的分数算是蛮够，所以他在这一局，如果在状况也许比较变数比较多的情况下，他可能会求稳一点的做法。对对对，那这一球我们基本上都还是会进攻4号坪，那能不能运气好一点打到10号坪，那是一回事。看一下这一球，哇，差一点。想来这个拼拼看但是最后还是留下了一支球瓶。好，林桂香选手在第5局的第10格。如果要再比前面4局再更进步，这个第1球真的非常非常重要。这一球，最后还是偏掉。往右偏掉了，没有打到1号坪，留下了4支球瓶。如果照正常那种直来直往那种状态，刚刚出手的角度是好。对对对。李佳健选手的第10格的第1球，目前是118分在这一局相对状态没有前面几局那么理想就是看看第10格，最后还是留下了3号、10号。9号其实已经倒了。对，那这个就是电脑计分上的问题，因为有时候电脑会就是红外线在扫描的时候，可能会不小心扫到9号坪这样。结果还是偏掉了，没有解到所以在这一局是109分。他在前面5局呢，总合计的分数呢是567分。要确认一下刚刚这个第10格的第1球李佳杰选手的这个球瓶的状况电脑上呈现的是剩下3支球瓶，但实际上我们现在看到的是2支。对。所以这个最后是就是要裁判这边要确认一下。电脑上呈现的是打倒7支，但实际上的球瓶留下来只有2支，也就是打到8支。所以裁判这边也要做一些确认。所以刚刚就是因为有那样的一个状态，所以他有点宕机，所以花了一点点时间去等他恢复原来的状态。他要解这一球，有机会。哇，这球解到了。那我看一下电脑计分上也是没有问题，回来了。好，在第10格他拿下了一个 spare， 还有1球能够再做加分。虽然说他在第5局可能分数上会是比前面4局都要来的比较不理想一点，不过至少第10格能够解到这一球，能够把分数呢是至少维持在一个还算合理的一个状态。来看一下最后这一球，进垒角度不错，最后倒了9个球瓶。
所以在这一局呢是拿下了137分。好，所以他在前面5局呢是总共拿下了788分。待会儿呢我们就要来看2位选手在今天这一场比赛的最后1局的一个比赛的一个状态。好，来看一下第5局两名选手的一个情况其实在第5局呢，刘桂香选手没有像前4局那样子都有至少1次strike的这个机会，所以他的这个分数呢有最后只拿到了109分。而在李佳杰选手呢，他在这一局有几次的这个解球呢，虽然有1次有拿到1次 strike， 但是有大概2次的解球3次的解球是出现了小小的失误所以他想要解，结果洗钩了。刘桂香选手在第6局的第1格呢，最后是9分。李佳杰选手在第5局的137分是前面这5局当中分数算是最低的，不过他5局合计点788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2个人在前面5局的一个状况好，这是第6局李佳杰选手的第一格的第1球。有一点点中间。结果又变成了一个技术球我刚刚我们导播也给我们的一个小小的画面的这个细节我们看到这个李佳杰选手打曲球，他就带的这个手上的这个器材跟打直球的刘桂香选手其实就不太一样。对。通常来讲，右手曲球尤其是单手曲的部分，我们都会带这个护具，这个是铁手，对。那这是为了维持你的手腕不要崩掉，因为我们曲球其实注重的是我们出手那一瞬间，我们的手腕跟手臂这个平面必须要是直的，对，这样你球才有办法顺利的让它转起来，对。有机会，这个尝试不错。虽然这个4号、6号这个组合瓶也几乎是无解，真的太难了。对，我刚刚想要试着再扫一下第6局，想办法在这一局再把分数再多拼一点在整个个人赛的最后这个总分的比较上是蛮有帮助的，解到了，拿下一个 spare。看一下李佳杰选手这一球，留下了4号瓶。本来觉得好像稍微的中间了一点，不过还好，后来大家都还蛮听话，只剩下4号瓶。那现在李佳杰选手也面临到一个情况，就是他就是现在有点找不到需要拿哪一个球进攻，对，因为球道状况的变化实在是还蛮快的，对，所以他现在也是在做许多不同的尝试。这球也没有问题，顺利解到。所以在这个球道的这个状况尤其又用不同的球，有的时候你真的是要在比赛中，你要花1-2格去尝试。对对对，就变成说那个会比较没有，那1-2格就比较没有把握。对，那1-2格就是会有点像，就是有点拿来实验用的这样子。
第3格是剩下这是3号跟6号平。李佳杰选手在第6局第3格有机会 strike， 这个运气也是相当不错。对，这个打到1-2进点，运气不错，拿到一个全打。但看得出来，他每一球其实都有一直在调整。对。刘国阳选手第3格要来解这个 spare。好，如果以他球的走向来讲，应该没有太大问题。没错，看起来是没有问题。李佳杰选手在第6局的第4格，再来一个吗？就是有熟悉的4号屏。对，这个4号、7号今天陪伴了他一整天，真的。看一下刘桂香选手这一球有点往右跑了，跑掉太多了。也还算运气不错，多少掉一支球屏。对，那在这个前面那一个是 spare 的情况下，这一球打几支其实就还蛮关键的，因为会很直接影响到你的加分。哎呦，这一球插到，还好。最后一颗那个转调真是蛮吓人的。对，这一球其实就相差了11分就是如果这一球漏掉会损失11分。目前45，看看能不能解到。如果解到的话，有机会。5号屏碰了一下，但是没有倒没有倒。那个是最后亲的时候倒下来，所以没有解到，所以是最后只倒了5个球屏。第5格，这一球有调整哦。看起来非常完美哦。这一球不错。好，在这一局的第2次的 strike， 而且呢，慢慢的这些都连起来了。有在慢慢的调整这个路线跟打法。毕竟这也是最后一局了。对。那也是有经验的选手，他在面对这些的变化上来讲赶快的这个适时的调整。对。其实真正强的选手跟一般强的选手就是差在这一块，就是所谓的临场的反应。对。刘桂香选手，就这一局有点好像都有点要看点运气。偏差稍微多了一点，有几球。第6格，不断的调整，真的稍微有点帮助，进去的角度不错，可是最后的结果是这样。角度还是有稍微那么一点点不太好，点是对的，对，但角度有一点点小，对，那也包含了他使用的球可能比较弱，对，所以最后的力道也比较小，然后留下5号、8号还有10号屏。比较好奇的是说，像前一球打strike，那这一球又突然又换球，大概想法是也是要因应球道的一个状况。当然也是为了就是多实验因为通常来讲，我们主要还是会希望以最好打的那一个球为主。好，这是第6局2位选手的最后一局。
第6格的第2球，这个也是不好接哦。这一球有机会哦，扫到了 ，nice， 好球。那这球就是我们理想中的解法，就是长这样，就是我们会用，我们第一球打的球，我们会叫主攻球，我们用主攻球去调整站点，然后让球的进点按照我们想象中的那个变化来接球。那这一球就是它有计算的很完美，完全照着自己想的方向走哦。在这一局感觉起来，连桂江选手的这个球相对偏差都是比较多一点，不是右就是左的状态。没错。看一下李佳杰选手这一球好像没有转进去的感觉哦，比较起前面的这个状态。对，这一球手的角度上跟前几球比较不一样，那包含转折点也不太一样，所以最后并没有顺利的达到1号瓶跟3号瓶中间。刘桂香选手在第6局的第6格，这个节有没有机会跑掉了？结果这球又往右跑掉了。就是如果照出手那个角度不要跑掉的话，这球应该就接起来。这个方向上也是很标准的进点，可惜的是最后球还是有点往右跑了。这球有机会啊，结果还是差了一点点。有一点点太薄了，对，所以1号瓶最后没有成功扫到2号跟4号。好，这是今年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的保龄球项目，女子肢体障碍组的个人赛由台北市的李佳杰选手33道，跟现在呢桃园市的刘桂香选手进入第6局的赛事。这一球呢打得相当不错，留下了1支球瓶，1号瓶。这一球他是打到3号瓶跟6号瓶之间，但球瓶之间的关系让他只有留下1号瓶。这球角度也不错，但是最后留下的是右边的10号瓶。作为曲球选手这个两侧的球瓶对我们来讲都是家常便饭，我们留得很习惯了。那我们看一下李佳杰选手下一球会不会顺利的调整。球也偏掉了，偏掉了。这局的这个稳定性就出现了一些状况。相较于前几局来讲，这一局遇到了一些乱流。这一球没有问题，解到了。像这一球，他解球就有比前几局解10号瓶再站得更左边一点点。那为了也是因应这个球道状况的问题。这是刘桂香选手呢，在第6局的第8格。这一球进点不错，有机会。哇，有点可惜。这一球进点其实还蛮理想的，只是最后球的走向还有球瓶关系并不是那么顺利。力道上也许也有一些的关系对，但因为这个我们 TPP 8这个组别就是轮椅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选手的球速或力道上其实就都没有这么快，也没有这么强。对。那反而是以谁的打点更准才是决胜的关键。第8格刘桂香选手要来面对这个技术球
可能也就没办法想太多了啦。对，这个几乎也是无解的组合品。哎呀，结果要抓一个都没有办法抓到。这是第8格，目前呢累计是这一局是83分。我们看一下李佳雪选手在第9格有没有办法因应上一球调整呢？虽然中间了一点，最后还是倒了9支球品。对，只有留下6号品。但有看得出来，他这一球调整的就有比较里面一点点。刘桂香选手这一球出手不错哦。差那么一点点哦，看起来是有机会全倒，但最后呢还是留下了一支球品哦。对，也是6号品。这一球接球 ，OK， 没有问题。那目前李佳杰选手在第8格是132分，然后第9格是一个 spare。我们看一下34道刘桂香选手这一球 spare 接得到，没问题，没有问题。刘桂香选手在第8格是83分，然后在第9格也是一个 spare。看一下李佳杰选手这场比赛的最后一格，第一球有没有？没有扫到，又是7号品顽固的7号品。今天真的不讨喜，真的不讨喜。我们右手曲球在达到1号、3号品这个球品关系里面，这个7号品也是我们也是不常见，对。但我们今天光看这一场比赛就已经看到大概10几次了。没有转回来，没有无论转回来，所以是倒了6支球品哦，剩下1、3、8跟10，这一球解球也没有问题。那目前李佳杰选手在最后一局个人赛的最后一局，目前是已经有161分了。那我们等一下就来看他的最后一球。先来看刘桂香选手这一球 spare。球出手点，哇，有点太左边了。就基本上机会还是有啦，但是出手的状态比较没有那么理想。最后是105分。好，累计6局呢是672分。我们看一下李佳杰选手最后一球有没有？这是算是一个 happy ending， 完美的结局哦。所以最后他在第6局的第10个呢，打下了 spade 跟 strike， 最后的总分是171。在第6局是171分，而他在6局的一个总分方面呢，是最后的是959分哦。好，李佳杰选手呢，台北市的选手呢，在TV8 的这个女子肢体障碍组的这个比赛呢，个人赛最后呢6局的总分是959分，而桃园市的刘桂香选手最后呢是567分。好了，那这场比赛呢，我们暂时呢就要为大家先转播到这里。我们待会呢，我们要再来看下一场的比赛呢，将是女子肢体障碍组个人赛呢 TBB 10的2名选手的赛事哦。
另外，若未使用检查通过之眼罩相散，则不予相散。国身心障碍运动会保龄球个人赛第3场比赛正式开始。好，欢迎所有观众朋友透过 Hub Sports YouTube 频道以及全障运官方 YouTube 频道呢，以及智力平台呢，来欣赏呢113年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好，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保龄球的比赛，目前正在进行的是在这个肢体障碍组的女子组个人赛啊。那我们看到第33球道呢，是由台中市的刘慧珠跟新北市的欧阳玉如啊2位选手啊，在这个球道呢要来进行这一场的赛事。他们是属于 TPP 10等级的这个选手啊，也就是说就是所谓的上肢障碍的选手，所以呢他们是以正常的有助走的这样的一个比赛的方式呢在进行呢。隔壁道进行的是视觉障碍组的比赛啊，34道的这个比赛有3位选手，那他们是 TPP 3身心障碍等级的这个选手，所以他们基本上并不是就是隔壁道的这个视觉障碍组的这个女子组的比赛呢，他们不是以就是完全盲啊，就是看不见的这个视力的一个状况，所以呢是还有基本的这个一些视力的这个程度的来看来进行比赛啊。目前呢
是欧阳玉茹选手啊，在第一格呢就打下了一个 strike。好，对不起啊，台中市的刘慧珠选手啊，现在要进行第一格的第2球。好，这次在保龄球的项目呢，就跟大家我们在前一场的赛事呢有跟大家来介绍过，就是在肢体障碍方面呢，分的等级是 TPP 8到10啊。那8的话呢是轮椅的坐轮椅的参赛的选手啊，而 TPP 9呢则是下肢部分障碍的选手，而在 TPP 10呢则是上肢障碍的选手哦。刘慧珠选手呢在第一格呢是打下了 spare， 然后在第2格的第1球呢是打倒了4支球瓶。来看兰姐这一球扫到了，总共有4支球瓶哦。好，第2个累积的分数是22分。好，我是余胜律啊。这场比赛呢，由我来为大家进行这一场比赛的转播。而在保龄球的项目呢，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的这个保龄球的项目呢，今天是在台中市丰原区的双木保龄球馆来进行，一整天总共是进行了3个阶段的比赛啊，目前是第3个阶段的比赛。我们目前看到的在33球道的是台中市的刘慧珠跟新北市的欧阳玉茹2位选手的一个对战啊。欧阳玉茹选手在第1格呢是打出了一个 strike， 第2格的第1球呢是打倒了8个球瓶。解到，好，在第2格拿下一个 spare。隔壁34球道呢，则是视觉障碍的女子组的个人赛的比赛，有3位选手正在进行比赛。那目前我们看到是33道的这个2位选手呢，肢体障碍组的这个女子组的选手的比赛。刘慧珠选手第3格的这一球，这球进球的这个点还不错不过最后是留下了2个球瓶，7号跟4号球瓶。这次的113年的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呢，是在实际上是由南投县来主办。那今年保龄球的赛事呢，是在适合这个身心障碍保龄球项目的这个台中市的丰原区的双木保龄球馆来进行。全障运的开幕式呢，将在明天下午的4点半，在南投市的农工商会展中心的广场要来进行。明天晚上还有选手之夜。2年1次的全障运呢，这是第1次在南投县来进行。欧阳玉茹选手这就打倒了8个球瓶，剩下的是1号跟3号的球瓶。
欧阳玉选手这球又解到，又是一个 spare。好，第3格至少有48分了。台中市的刘慧珠选手呢，目前要来打第4格，他在第3格也是解到一个 spare。哇，结果是形成了一个技术球，非常不好解的4号跟10号。唯一的解方可能也只有打4号的这个左侧一点点哦，再看运气好不好，能够扫到10号球瓶哦，相当的不容易。刘慧珠选手是用右手持球哦，这个有点机会，结果最后没有扫到，已经是意识到了哦。解到了一支球瓶，好，打到第4格，目前44分。好，欧阳义务选手呢，接下来进行第4格的比赛。前面3格分别是 try 跟2个 spare。这球有点打歪掉了，剩下了4支球瓶。好，1号、3号跟9号跟10号。我们在前一场比赛，我们也跟大家介绍，这次在南投县所进行的全障运呢，一共要进行的是有16个项目，在17个场地在进行哦。好，包括明天上午呢，我们会为大家转播田径的项目哦，在南投县立的田径场。哇，这球差一点点就能够解到哦，最后是扫到了3支球瓶。目前63分。竞赛的项目包括已经结束了游泳，然后另外还有羽球、桌球、轮椅网球、健力射箭、射击跟今天的保龄球，另外还有地板滚球哦。地板滚球我们也会为大家来做转播，另外还有篮球、特奥羽球、特奥保龄球、特奥滚球、特奥轮鞋竞速、特奥篮球等等。部分的这个项目呢是有依照特殊奥运也就是帕运哦的一个赛事的规则，也是这些赛事的项目啊。我刚刚提到隔壁道的3位选手呢是视觉障碍组的3位选手。台中市的刘慧珠选手呢是右手持球啊，左手相对是比较不方便，但是他在整个平衡上呢其实抓得还蛮好的。这球解啊，差一点点，看起来有那么一点解到的味道，最后只倒了2个球瓶。5个打完，目前58分。欧阳玉选手在第4个打完呢，目前是63分。第5格的第1球，他是左手持球这球进来的角度是还不错，但是呢，最后是留下了
2个球瓶，8号跟10号。欧阳玉选手呢，他在第5格的第2球要来解这个 spare。左手持球，他还打的是这哇，结果有点失误哦，球起钩了，没有能够解到。5格打完71分，虽然还是领先了，但是两人差距并不大。有想法，但是球最后一刻是洗钩了。刘慧珠选手，这球有机会，差一点点没有能够拿到这个 strike out。进球瓶的角度其实算是蛮不错的。来看一下哦，有一点点这个飞碟球的这个味道哦。应该说它就是算是飞碟球的打法哦。其实过去台湾在国际的这个保龄球界呢，能够享誉盛名呢，拿到很好的成绩，就是靠着是飞碟球。但是在近几年哦，飞碟球在国际的这个保龄球界没有那么吃香的情况之下，台湾在保龄球的这一块的成绩也相对呢是也受到一些影响。但台湾其实还是全世界打飞碟球算是蛮多的一个国家之一。解到。第6格是抢下了一个 spare， 刘慧珠选手。看一下，就是他的这个出手的角度，就是一个飞碟球的一个角度，但是基本上因为力量的关系啊，所以其实当然比起过去我们看到国手这个飞碟球的这个转速来讲啊，算是有点差距，但是呢，整体来说整个准度是相当的不错。左手持球的欧阳玉选手进入到第6格，不错，有机会，但是留下的是4号跟7号的球瓶。好，我们刚刚介绍这次全障运的这个16个项目哦，我们未来呢这几天也会为大家来进行其他项目的一些转播的工作包括了今天的保龄球明天会有田径，那另外呢礼拜1还有地板滚球，礼拜2的特奥滚球跟礼拜天的地板滚球跟礼拜1的特奥滚球，另外礼拜2的羽球方面都会为大家来做转播。另外其他的项目呢，我们也会在 Hard Sports YouTube 频道跟全障运官方的 YouTube 频道呢，为大家来进行转播。跟前一格一样，其实是没有能够解到刘慧珠选手看起来是渐入佳境，这一球打倒了7支球瓶。
虽然角度抓的还不错，但最后呢球弹的方向没有达到预期所以倒了7支的球瓶。这是2个人第1局的比赛。解这个 spade 看起来是没有太大的问题。好，连续2格都解到了 spade。看他出手就是一个飞碟球出手的这个方式哦。我们在前一场比赛呢，跟我们一起搭配转播的目前还在中英大学就读的刘家安选手啊，他也跟我们也有聊到啊，就是目前在国际间呢，在整体的流行的趋势哦，跟过去稍微有一点点不太一样。这也是包括呢球道的这个材质的改变，像我们今天这个在这里呢是传统的木头地板的这个球道，那目前国外有很多是比较新的是玻璃纤维的球道，包括上游的方式跟球的材质啊都有点不太一样，所以在保龄球方面呢，飞碟球的优势就比起过去呢。稍稍的没有那么的大哦。欧阳玉球手在这一个第7格呢是解到了一个 spade， 左手持球，这球在整体的这个角度是抓得非常的不错。刘慧珠选手呢，在第8格的第1球，目前至少85分，这一球呢是打倒了5支球瓶，90分。最后没有如愿打到比较中间去破坏整个球瓶的一个互相的关系的状态。隔壁道34道呢进行的是视觉障碍组的女子个人赛的比赛，有3位选手包括苗栗县的徐雪琴，桃园市的陈佩欣跟同样来自桃园市的陈雅欣3位选手。不过碍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其实原定这3名选手的比赛呢，也要为大家来进行。不过我们目前呢就是以33道的肢体障碍组的2位选手的比赛是目前转播的这一场比赛。刘慧珠选手呢，在解这个5支球瓶的一个状况之下呢，最后只倒了3支球瓶。这是他第8格的第1局第8格的2球。欧阳玉选手呢要来进行他在第1局的第8格，第7格他打出了一个 spare， 这一球有机会，差一点点就是倒了7颗球瓶，7支球瓶留下的是1号、3号跟9号。要来解这3支球瓶有机会，但是最后呢，
哦，这个没有能够解到哦。好，前面我们也在前一场比赛有提到，这次参加全障运的选手呢，总共有4300人报名哦。好，要进行16个竞赛项目的比赛，从25号呢到28号之间呢，要来主要的场地呢在南投县为主啊，这次由南投县主办。刘慧珠选手第9格，稍微差一点点哦，球没有能够转进最后的这个角度哦，倒了8支球瓶。哦，这个他也换了不一样的球哦。目前是107分。要来解第9格，有机会啊！结果只解到1支球瓶，108分。接下来欧阳玉选手要来进行第9格，7支球瓶。我们在稍早前一场的这个TPP 8等级的这个选手的这个轮椅的轮椅组的2位选手哦，看到跟这场比赛呢是不太一样的两个选手的这个投掷的方式。有没有机会扫到 spare？欧阳玉选手在第1局呢，一共解到4次的 spare。刘慧珠选手也是第10格，角度不错，有机会，但是最后呢，还是有2个球瓶没有倒，5跟9。台中市的刘慧珠选手在第10格要来解这个 spare， 解到第10格 spare。这一局呢有机会来尝试看看能不能够破120分，机会很大。
目前在进行的是113年全障运哦，保龄球项目女子肢体障碍组的2位选手哦，来自台中市的刘慧珠跟来自新北市的欧阳玉茹2位选手。刘慧珠选手在这个第10格呢 spare 之后呢，是击倒了8支球瓶，最后的第1局的分数是126分。欧阳玉茹选手的第10格，角度不错，有机会 strike。在第10格呢是打下了他在这一局的第2次的 strike。左手持球，他在一开始的球出手的时候，速度看起来并没有转得很快哦，在最后的要击到球瓶的时候呢，好又有加速的一个状况，看看能不能够来个 double， 差一点。4号跟7号没有中。最后第10个这个strike对他来说非常重要哦，也使他的这个分数呢，在这一局是确定呢是会比台中市的刘慧珠选手来得高。结果没有能够把这2个球瓶也解决掉，所以最后的分数呢，在这一局是143分。在第1局呢，台中市的刘慧珠选手126分，而欧阳玉茹选手呢，来自新北市的选手呢是143分。2个人接下来要来进行第2局的赛事。这是在南投县主办的全障运哦，主题是乐在南投啊，也希望所有来参赛的报名参赛的4000多名的选手啊，能够在整个赛事呢，能够非常的乐在比赛中，也能够好好享受呢这次来到南投来进行比赛的这个过程啊。南投县政府最近在过去曾经承办过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全民运动会，还有全国原住民族运动会哦。那在这次呢是第1次呢来主办全障运。接下来来进行第2局的比赛哦，由台中市刘慧珠选手呢，先准备上球道来进行这个第2局的比赛。进来的角度不错，但是稍微差了一点点哦，最后是留下了2个球瓶，8号跟10号。
这是在台中市的等于主办单位向台中市的丰原区的双木保龄球馆商借的这个场地呢，从今天开始呢，先进行个人赛的部分。先来看第一个刘慧珠选手打下了一个 spare。今天的个人赛包括男子的肢体障碍跟视觉障碍的2个部分各个等级，然后还有女子组的赛事从早上9点钟就开始进行了第1场的比赛。刚刚我们第2场呢，我们是为大家转播了女子个人赛的 TPP 8等级，2位选手轮椅参赛的这个比赛那现在在第3场呢，为大家转播的是女子肢体障碍的 TPP 10等级的2位选手。这是在第1局的这个精彩的画面好的，比赛继续进入第2局的赛事新北市的欧阳玉茹选手呢，第1球我是击倒了5支球瓶。在这次的这个全障运的保龄球的项目呢，包括了有智障、视障，另外还有这个听觉障碍的部分的比赛是将是在今天也同时来进行整个比赛呢，保龄球项目呢是一直要进行到27号礼拜1的比赛。除了今天的个人赛之外呢，还有明天是要进行双人赛，然后礼拜天要进行3人赛，在礼拜1最后呢是要进行男子跟女子的团体赛。他在解这个 spade 的时候，最后还是很可惜，中间留了一个球瓶，没有解到第1格的 spade。在第1局，欧阳玉茹选手是最后1格的这个 strike 帮了蛮大的忙，最后是143分然后刘慧珠选手呢，在第1局是126分。又换了球，结果这一格还是打倒了8个球瓶留下1号跟3号的球瓶。我们看到同时呢，有在进行的包括了2侧有视觉障碍组的34道视觉障碍组的 TPP 3等级的选手另外一边呢也有其他肢体障碍组的选手呢在进行比赛。
刘慧珠选手要来解第二格，这两个球瓶，结果球稍微有点往右侧偏哦，没有能够解到前面的1号瓶。这是他在第二格一开始的第一球哦。他是以这个飞碟球的打法哦来作为他的打法，而左手持球的欧阳玉选手呢，比较偏向直球的打法，这一球击倒了8支球瓶哦，剩下2个球瓶。第二局的第二格，解这个 spare 有解到，欧阳玉选手他在第一局呢是有打出2次的strike， 另外呢解到 spare 呢总共有4次。刘慧珠选手在第一局呢则是也是同样也是解到了4次的 spare， 而在这一局呢第一格是以 spare 来开局。第三格有点偏右啊，所以只击倒了3支球瓶。不错，在第三格呢解到了 spare， 有补救回来哦。新北市的欧阳玉茹选手，第三格这球进去的角度不错，但是最后这一个球瓶有点顽固哦，5号瓶摇晃了一下，并没有倒，错过了这一次 strike 的机会。真的进来角度还不错哦，但是5号瓶呢最后没有能够倒下。有解到，连续2格都打出了 spare。
刘慧珠选手的第4格差一点点哦。8号品最后没有倒。刚刚在两场比赛中间也跟前一场的评论刘家安选手有聊到，在过去呢很少国际保龄球坛的台湾的飞碟球整体成绩上来讲，因为是可以比较平均所以其实在国际间成绩都是相当的不错，因为相当的稳定。但这几年因为各种的这个改变包括球道，包括球的材质跟一些打法，反而在国际间欧美流行的曲球又重新是要回了优势因为主要也是能够拿到比较高的分数那在平均跟高分的这种相比之下，目前追求高分这件事情呢，就成为国际保龄球坛的主流。其实，所以台湾的飞碟球呢，说实在就这几年稍微没有那么吃香也因为国际间的成绩呢，让曾经在这个10几20年前这些20几年前的这个风靡全台的这个保龄球，其实在前些年是稍微有一些比较式微一点，那保龄球馆也相对有比较少，但是这几年的保龄球的感觉又有一点找回来了尤其是年轻人开始有投入这个运动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运动选手最后解到连续3格都能够拿下 spare。而也就像刚刚前一场的刘家安选手，他自己呢就是目前在中兴大学就读，他从大一开始练习保龄球然后在课余期间就是自费去参加国外的赛事2022年呢在泰国公开赛拿下一般组的冠军。然后他同时也提到说，其实去年有一位年轻的这个青少年的选手蓝少刚他在能够拿到这个亚青保龄球的赛的金牌国际赛个人的金牌所以也等于说在未来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未来的这个未来之星的一些选手。那在过去我们看到的传统台湾的保龄球选手的走向就会稍稍有一点不太一样了他也还很年轻我们也很相当值得期待。好，回到比赛，刘慧珠选手这个要解稍微差一点点没有能够解到。好，所以他在第2局呢是 spare， 然后9平 spare， 然后9平。好，没有能够连起来，是对分数上比较可惜一点。不然运动选手这球打了7支球平。好，剩下的是13跟9号的球平了。如果能够继续把这个 spare 能够连下去对于他在继续后续追加分数是比较有帮助。我不好解有
连续4格都解到哦，连续4格的 spare， 角度拿捏得非常的理想。好，这次的全障运哦，比赛的一些场地啊，这些部分也跟大家可以来说明一下啊。在田径方面呢，从明天开始啊，到5月28号礼拜2，将在南投县立体育场来进行。然后游泳的项目呢，今年就是在开幕前呢就已经先进行完毕了，5月21号到今天24号，今天已经结束了。同样也是借台中市的这个北区国民运动中心来进行的。是主要是肢体视障跟智能障碍的3个项目另外听觉障碍的这个游泳的项目呢，则是在南投县立的3河游泳池来进行是从礼拜天26号到28号来进行。另外轮椅的这个羽球项目肢体障碍的部分是在南投县立的延平国民小学来进行。5月25号到5月28号来进行。刘慧珠选手第6格呢是最后呢是倒了9个球瓶。没有能够解到。另外这个羽球肢体障碍组呢，就是不是坐轮椅的这个赛事呢，将是在5月25号到5月28号在南投竹山镇的竹山高中要来进行了。另外听觉障碍组的这个羽球赛呢，同样也是在竹山高中，5月25到5月28号。因为选手这球稍微是有点偏掉了，第6格。只倒了5个球瓶。他前面在今天这个第2局呢，能够解到的情况，解到 spade 的情况还不错。杨佑选手第6格的第2球，差一点点没有能够解到 spade。也中断了他在前面这4格连续4格的 spare。刘慧珠选手这一格呢，打出了一个 strike 相当的精彩。这也是他今天前2局的第1个 strike。这 strike 对他来说呢是会有很大的鼓舞。目前2位选手的分数差距其实并
在这一局的分数差距并不是很大。不过，我们也前面有提到，在个人赛的这个部分虽然他们这一场比赛2个人在同一个球道在进行比赛，但是最终呢是跟所有的选手呢是在一起比总分，而不是说2个选手要去比胜负所以最后总分来去决定最后的名次。我在这边也先跟在频道前面的观众朋友稍微说声不好意思那我们也因为时间的关系，因为今天比赛的时间呢比预定时间要来的时间花的时间比较久一点所以我们在这一场的赛事呢这2名选手第2局打完呢，我们可能转播工作呢会暂时先告一段落。那我们这2天呢，也会再为大家呢，在其他的项目呢，这区再继续进行呢更多的转播的服务。关于比赛的这个相关的一些比赛的结果呢，也欢迎大家呢到这次呢113年全障运在南投的这个官方网站上面可以做所有赛事的结果的一个查询。那当然也包括了在官方的这个脸书上都有。第7格这一球解到非常的可惜，在第6格没有能够把这个 spare 连下去但是在第7格呢，他还是能够解到这一球在这一局呢第5个 spare。我刚刚在第7格呢提出 strike 的林慧珠也要乘胜追击把这个好的手感呢继续延续下去。看这92分之后能够再加上多少分这球稍微有一点点跑掉位置只击倒了6支球瓶。看才能够第2球能够再加上多少分或者是再来一个 spare。只倒了2个球瓶，最后这一格呢是打倒了8支球瓶有点可惜。我先预告一下，我们在明天上午的9点钟开始呢，就会为大家来转播这一次全障运的田径项目第1天的赛事从早上9点钟就会开始一直会为大家服务到下午。因为选手在第8格的这个第1球没有处理好，歪掉了，只倒了三支球瓶所以前面的 spare 只加到3分而已。在这一局2名选手的分数呢是呈现有些焦灼。其他比赛的一些场地的部分呢，包括了桌球呢会在南投县的南投国中但是桌球的项目呢是已在上个礼拜已经先结束了。然后另外轮椅网球呢则是在南投县立的网球场另外射击呢，因为台湾的这个场地的真的有比较多的限制所以一样是在大家比较熟悉的国家运动训练中心的宫西靶场宫西射击基地另外建立的部分呢，25到27号是在南投县立的彰和国民小学，轮椅篮球则是在埔里国中
另外篮球呢，这也是在埔里国中。好，保龄球在听障的部分呢，则是在另外一个保龄球馆，在雅环保龄球馆，在台中市的大雅区。另外射箭呢，则是在暨南大学的田径场。然后地板滚球则是在南投高中，特奥羽球呢，则是在营北国中啊，南投县营北国中。特奥保龄球呢，同样是在大雅区的雅环保龄球馆，在24到26号。特奥滚球则是在南投县的南岗国中。特奥的轮鞋竞速呢，则是在草屯国中。特奥篮球则是在埔里国小。25到27号。那欢迎所有的观众朋友，如果有机会呢，能够到这些场地呢，去为这次参加全障运的选手们加油。好，在这一局呢，刘慧珠选手要进入到第9格了，目前的分数是108分，有机会，还是差了那么一点点。最后是5号瓶没有倒。这一局呢，刘慧珠选手的准度上真的有慢慢的在抓到感觉哦。这一球偏掉了，没有能够解到这第9格。117分是他到目前到第9格的一个成绩。好，看看第10格，待会能不能有机会来突破前一局的126分的分数哦。欧阳玉如选手在第9格的第1球，好，目前109分。角度不错，但是最后呢，还是留下4号跟7号瓶。左手持球的欧阳玉选手，今天在第2局留下这2支球瓶的，在前2局留下这2支球瓶的几率也是有点高。目前117分，看看第9格呢能不能够把这2支球瓶给解到。结果擦身而过，又错过了一个 spare 的机会。在8、9两格的这2次没有能够解到，其实说在有一点伤哦。所以在整个分数上来讲呢，也落后了。刘慧珠选手第10格有机会 strike。果然是渐入佳境他在这一局的第2个 strike， 而且他的 strike 呢出现在后半段帮助都非常的大。我们熟悉的这个飞碟球的这个横扫球瓶的一个打法第10格，看看有没有机会来这个把这3球都能够拿到，有机会，差一点点，太可惜了。
最后留下了6号瓶哦。这个如果最后由 Turkey 来摆尾的话，做一个这一局的非常好的一个 ending 哦，但是就差那么一点点。好，至少能够把这一个 spare 给解到哦。没有问题。好，在这一局呢，刘慧珠选手呢，最后的一个分数我们待会来看一下。137，好，不是147啊，137。好，欧阳玉茹选手呢在第10格，也是一个在第10格漂亮的一个 strike。欧阳玉茹选手在第1局呢有2个 strike， 在第1格跟第10格，在第2局又是一个在第10格的 strike。非常的重要。有没有机会来个 double？ 扫没有扫到，一样也是一个球频之差哦。第10格。至少这2名选手在第10格的这个收尾都相当的不错也手感慢慢找回来了。好，不过这个6局的比赛呢，也要跟大家说声不好意思因为我们直播的时间呢，也快要到了。那所以呢，我们在这一局结束之后呢，我们邀请大家可能要上全障运的官网来看看2名选手最后的一个成绩不错，把这个分数给解到。两名选手呢，到最后呢，在第2局呢，同样都是137分来结尾好的，那在这一局的比赛结束之后呢，由于我们直播的这个时间呢是已经到了所以呢也跟大家说声不好意思。那我们在明天呢早上9点钟会继续的再透过 Hub Sports 的 YouTube 频道跟全障运官方 YouTube 频道跟智联体育台呢，要为大家来进行呢今年全障运田径项目的第1天赛事的一个转播。那今天的比赛呢，我们就转播的时间呢就到这里结束，也谢谢您的收看，我是雨生女，那我们明天早上再见，谢谢，拜拜。
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在南投。5月25号到28号，欢迎全国优秀选手一起来乐在南投。